书生参加会试，榜上无名，未来岳父用丫鬟冒充女儿替嫁。后来书生中了进士，知道原委，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呢？他又是何许人也？这位书生可不是简单的人物，他在晚清的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曾提拔过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当过曾国藩的师傅。他就是道光时期的两江总督陶树。陶树出生在湖南安化，他家里好几代人都是儒生，但是并没有高中过。最厉害的是，陶树的父亲考上了举人。举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极高的地位，也有当官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家里有钱，可以打通关系才能当上官，否则呢就只能当个举人。陶树的父亲陶弼全成为举人后没有考中过进士，但是极有文采，在当时的文坛享有盛誉。只是他屡次考不中，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也就放弃了科举，从此在老家当起了教书先生。陶弼全将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到了儿子陶树身上，从小对其悉心的栽培，希望陶树可以考中进士。由于陶弼全在老家名声显赫，深受父老乡亲的敬重，加上他对陶树的教育极为严格，这让当地的富商黄崇榜动了联姻的心思。黄崇榜家里世代为商，家产十分富裕，但是他家里呢从来没有出过当官的人，于是他很想同达官贵人结上亲戚。但当时的社会也是极重门第和身份等级，商人再有钱也只能是商人，而达官贵人呢也是看不起商人的，不会愿意娶一个商人的女儿。因此黄崇榜想通过嫁女儿的方式攀上达官贵人的心思屡屡落空，因此他退而求其次，决定将目光放在有潜力的读书人身上。陶弼全的儿子就非常适合。陶弼全是思想开朗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举人身份嫌弃商人黄崇榜。听说对方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儿子陶树的时候，立即答应了下来。随后两家商定子女成年后便成亲。陶然长到16岁的年纪，参加县试考中了秀才，后来赶赴长沙参加乡试。由于刚出茅庐，经验不足，陶树并没有考中举人。这时候的他呢，年纪也不算小了。陶弼全让他先回老家完婚，再进行复考。有钱岳父看到未来姑爷名落孙山，他是否会履行约定，将女儿嫁给对方呢？黄崇榜担心自己选择的这个未来姑爷根本不能在读书这条路上有出息，加上陶家呢好几代人就出了陶弼全这一个举人，要是陶树没有考中，或者读书还不如他老爹，可怎么办呢？陶崇榜担心自己女儿嫁给陶树会受苦，他心中产生了悔婚的想法。恰巧有一位姓钱的财主替自己儿子向黄崇榜求婚，黄崇榜对比两家情况，就更加想要悔婚了。可他并不好悔婚，毕竟陶弼全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黄崇榜是个商人，要讲究信誉，为此他变得郁闷起来。后来他找来女儿商议，黄小姐是个没有主见的人，表示听从父亲的想法。黄崇榜这样一听更加为难了。黄小姐身边的丫鬟看出他们为难，提出让自己代替小姐嫁给陶树的建议。黄崇榜当即眉头松开，他高兴地把丫鬟收为义女，取名为黄德芬，随后将其嫁给了陶家。黄德芬嫁进陶家，上孝敬公婆，下操持家务，丝毫没有怨言，这让陶家父子不由对黄家高看一眼。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黄德芬冒充了黄家小姐。完婚之后的陶树呢，专心学习，顺利考中举人。公元1801年，陶树去京城参加会试，可惜名落孙山。他科举失利的消息传入老家，黄崇榜一度庆幸自己没有将女儿嫁给他。而陶家这边，陶弼全写信给陶树，鼓励他在京城好好学习，继续努力考下去。黄德芬呢，则当起了贤内助，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陶树不再为家里面的事情担忧，一心在京城备战下一次会试。第二年春天，嘉庆皇帝特开恩科，陶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举考中了进士。最后
还在殿试中被嘉庆钦点为第55名进士，他也成为了清朝安化县的第1位进士。至此，陶树开启了顺风顺水的仕途之路。他考中进士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翰林院属于文秘制官职，虽说官职不高，但是可以同皇帝接触，升官的概率相当大。陶树任职1年后，便当上了从6品的翰林院编修，官品不高，但是呢，根据清朝的官场制度，6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是可以获得朝廷诰封的，因此黄德芬拥有了接受朝廷诰封的机会。而朝廷诰封时，官员要如实上报妻子和母亲的家族档案。这个时候的黄德芬知道瞒不住了，她找来丈夫陶树，老实交代当初的事情，表示自己不配获得诰封，让陶树再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妻子。陶树得知自己的妻子竟然是个丫鬟出身，代替黄家小姐嫁给自己的，他会怎么处理呢？陶树知道真相后微微一笑，他并没有嫌弃黄德芬的出身，还接受了妻子过往卑贱的身份，让黄德芬接受了朝廷诰封。陶树也没有追究黄崇榜替换新娘子行骗婚之事。此后的他在官场上兢兢业业，还大力培养人才。后来陶弼全去世，陶树回乡奔丧3年，这3年他在书院教书。此后呢，便将教书育人当成了自己的爱好。晚清的名臣曾国藩就在他所在的书院读书过。陶树讲学的时候，他就曾听学过。虽然两人没有师徒之名，但是陶树的思想理论对曾国藩有极深的影响，因此他算得上是曾国藩的老师之一。在嘉兴晚年期间，陶树因为公正清廉的形象，被嘉庆任命为江南道御史。上任期间，他替百姓伸张正义，大力惩治贪官，获得嘉庆和朝臣的一致好评。嘉庆离世之后，他的儿子道光坐上皇位，对陶树更是青睐有加，让其在5年内坐上了正2品的江南巡抚吏部侍郎。陶树善于治水，他还坚持教书育人，加上优良的品格作风，随后被提拔为从1品的两江总督兼吏部尚书，以及太子少保衔，成为清朝最顶级的封疆大吏。此后陶树一直当两江总督直到去世。在出任两江总督时，陶树举荐了林则徐为江南巡抚，后来林则徐才有了主持虎门销烟的资格。我们再来看看王德芬的父亲黄崇榜。自从陶家成了两江总督，黄德芬呢也就当成了1品诰命夫人。从丫鬟做上1品诰命夫人，这是黄德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也是黄崇榜没有意料到的结果。自从陶树考中进士后，黄崇榜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虽然陶树没有追究他骗婚的事情，地方官员还看在陶树面子上，对黄崇榜十分尊敬，但黄崇榜心里懊悔不已。他认为这一切本应该是属于自己女儿的。更让黄崇榜懊悔的是，他女儿嫁给钱财主的独生子后，钱家大少爷仗着钱多想霸占百姓良田，结果发生打斗，被百姓失手打死了这个大少爷。在失去独苗苗后，钱家老爷悲伤万分，不久后去世了。钱家自此走向了没落之路。钱家没了后，其族人霸占其家产，他们把黄小姐赶了出去。黄小姐被迫回到娘家。黄崇榜看到女儿被赶出夫家，而陶树那边却一路顺遂，他心里面更是懊悔不已，而后抑郁去世。黄崇榜去世，王家也跟着衰败，黄小姐再次没有了依靠。黄德芬得知后，感念黄家恩情，立马派人回老家，将她安置到陶家老宅。等陶树功成名就，回老家祭拜祖先时，黄小姐觉得十分愧疚，在他们回来前跑到山中做了尼姑，从此常伴青灯古佛，真是造化弄人。